大家好呀，我是阿林。泉州这座位于中国东南沿海的千年古城，以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、丰富的民间习俗和传统美食小吃，成为闽南文化的核心区。宋元时期，作为东方的繁华大港，让泉州声名远扬。千年前随商贾喧嚣而来的，还有多元宗教信仰。在泉州老城的街头巷尾，随处可见屋脊精美的宫庙，还有红砖斑驳、年代久远的古厝。这些古街老巷中，尽是浓郁的闽南气息。泉州美食是闽南古早味代表，一些传统老店几十年来只卖一种小吃，石花糕、烧肉粽、面线糊、鱼丸、鱼饺等等，任何一样都足以令人的味蕾印象深刻。之前和大家分享过泉州西街夜市上的小吃，这一次会深度探索泉州老城，逛一逛当地早市，吃一吃街巷美食。每天清晨，菜市场的开市往往比泉州老城起得还要早。在老城内曾经有东西南北中5个菜市场，我们这次要逛的是西和南市场。西市场就位于泉州有名的西街西段，除了当地人，游客们也喜欢来这里逛逛，感受闽南生活气息的同时，也会寻找一些特产古早小吃。鹅泡排羊土鸡蛋，营养又丰富，特价12元1斤，两块来买。营养又丰富，特价12元1斤，两块来买。12元1斤，赶快来。这个叫什么？五香卷。哦，好香呀！淡黄色的是五香卷，是福建常能见到的小吃，有的地方也叫五香条。豆皮中包裹的内馅原料有猪肉、马蹄、五香粉等。比如厦门有名的小吃炸五香，就是油炸五香卷。里面那个是肉燕，这是肉燕王。用面粉皮包肉馅叫做扁食，
而当外皮原料为瘦肉和地瓜粉时，就叫做燕皮，包上肉馅就是肉燕。上好的燕皮有张力，不易破，煮熟后变得晶莹剔透，可以透过燕皮看到肉馅。燕皮也可以单独烹饪，做成燕皮汤。种类繁多的海鲜是当地人餐桌上的寻常食材。泉州地处中国东南沿海，拥有非常丰富的海洋资源，海岸线长达541千米。泉州附近海域面积辽阔，近海渔场达到50余万公顷，聚集着各种鱼、虾、贝、蟹，四季都有丰富的海鲜。这是跳跳鱼，生活在近海沿岸的滩涂，是泉州地区有名的小海鲜。跳跳鱼清洗后不用处理，直接下锅烹饪，鲜味可以最大程度的保留。跳跳鱼咸饭、酱油水跳跳鱼都是泉州家乡的味道。这会多少钱啊？20。海鲜摊位前忙碌的身影中，时不时就能看到头戴簪花的阿婆们。她们是巡捕女，泉州本地渔女，以其独特的服饰和头饰而闻名。头戴簪花拍写真也成了许多游客来到泉州体验民俗的一部分。渔女阿婆们一边开海丽，一边招呼生意。在闽南，渔女一直是勤劳乐观的象征。在视频的最后，也会去到泉州巡捕村，感受当地独特的人文风貌。
唔着乌鸡，今仔做好了，原来一只，这样，看，今这个15块，比30来去。你4站嘛，还要多少米？我一餐你都打来了。好吃，好吃，好吃。麻烙是闽南地区的传统小吃，尤其以泉州永春的最有名。麻烙的主要原料包括糯米、芋头和白糖，外形椭圆，包裹着花生粉或芝麻，有甜味也有咸味，里面则类似蜂窝状，咬上去极其的松软。大的那个是4块钱，你咱们讲么聊啊讲么事？对。你要想走就走。那就到。泉州老城韵味十足，尽显原汁原味的闽南风情。老城区内老街纵横，庙宇林立，燕尾屋脊华丽蜿蜒。行走期间，感受到浓厚又有温度的历史。老城内屋厝的外墙砖比石突出，沿海地区风雨多，时间久了，砖被磨损，慢慢就与石头齐平。小狮子石敢当正对着巷口，镇宅辟邪，挡住煞气。日常拜拜是极具闽南特色的风俗，这里家家户户都有烧金筒。闽南深厚的宗族文化体现在建筑精致的宗祠上，这是家族历史的见证。
泉州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数千年前，这座城市见证了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，是闽南文化的发祥地，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唯一认定的海上丝绸之路起点。唐代时，泉州因城北的泉山而得名，又因城中遍是刺桐树，也被称作刺桐。历经须早入，莫被刺桐迷。这里曾是宋元时期东方第一大港，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，与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通商贸易。马可波罗曾描述泉州港，大批商人云集，货物堆积如山，买卖的盛况令人难以想象。明朝海禁，泉州的辉煌陨落。作为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贸易中心，在2021年，泉州入列世界遗产名录。诸多历史遗迹见证了泉州在10到14世纪期间的繁荣辉煌与东西方文明的交融。繁盛落幕，1000年之后，泉州古城的肌理依然鲜明，保有丰富的历史遗存。在6.41平方公里的古城范围内，有600多处古建筑，163条历史街巷。这些纵横交错的老街巷，将历史的脉络延伸至今。承载这座城市的，除了历史，还有味道。福建泉州和漳州是闽南古早味的源头，泉州小吃在整个闽南地区的美食界都占有一席之地。泉州金鱼巷有一家网红老店，专卖菜头酸，许多游客会特意过来尝一口地道的泉州风味。我要一个。菜头就是白萝卜，经过盐、白醋和糖的腌制，就成了菜头酸，是当地清脆酸甜的开胃小菜。可以直接吃，也可以蘸上甜辣酱，或者再撒些花生碎。逛老城如果走累了，去店里歇一歇，来一份石花糕。石花糕的原料很不易得，是生长于海底的天然植物石花草。大锅熬煮石花草，过滤后凝固成透明清澈的果冻，刮成细条，加到糖水中，带着一丝大海的味道，清凉降火，广受欢迎。一碗面线糊是泉州人喜爱的早餐。加料区有很多鲜味海鲜可以选择，丰俭由人。如果没有经验，标配是醋肉加大肠，再选一份自己喜欢的海鲜。一份面线糊一般还会搭配油条，这是泉州本地人喜欢的吃法。称之为面线是因为极其的细，如同一根棉线。一般用泉州乡下手工制成的干面线，碾碎后放到高汤中煮，汤底由虾、蚝、蛏等海鲜熬煮，汤浓线稠，味道鲜美，糊而不烂，是面线糊的精髓。传遍闽南的烧肉粽发源于泉州，这是一道奢华的传统小吃，制作精细，选料讲究。炒制过的糯米中包的尽是山珍海味，鲍鱼、干贝、板栗、咸蛋黄、五花肉、香菇干。烧肉粽一定要趁热吃，才能体会到烧的精髓，油香味美，食材的鲜味进入了糯米中。这是捆蹄，有很浓郁的五香粉味道，也是当地特色小吃，肉和蹄筋的口感很有嚼劲。来到泉州要尝一尝牛肉，泉州的牛肉美食文化源远流长。如果像单碗的是12块，那个单碗就有了。当然你就这样子就来3碗。汤就牛肉干加丸子可以吗？啊，牛肉干加牛肉丸。我给2碗饭咯。泉州牛肉最有名的是牛肉羹，以精牛肉番薯粉为原料，
在沸腾的牛骨汤中把牛肉糊分散倒入锅中汆烫。你坐一下哦。牛肉嫩滑，汤鲜味浓。与牛肉羹搭配的主食是咸饭，由咸肉、萝卜丝和米饭一起煮成，是泉州非常传统的主食。如果想吃泉州的姜母鸭，千万不要赶到晚饭时分，因为超长的排号会让人等到饥肠辘辘。泉州姜母鸭非常有名，正宗番鸭与老姜在砂锅中焖烧，整个过程不加一滴水，鸭肉原汁原味，干香油润，麻油的香气充分深入了鸭肉中。现代泉州是座低调的经济强市，泉州的经济总量曾经连续22年位居福建省第一，经济实力雄厚，有着坚实的实体经济基础和蓬勃发展的民营经济。东西两座塔，南北一条街，可以用来概括泉州老城。以钟楼为界，中山路贯穿城区。开元寺双塔是泉州老城的标志。开元寺始建于唐，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，占地面积7.8万平方米，是福建省内规模最大的佛教寺院。完了之后，在1958年的8月19号，他在。闽南地区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遍布街头巷尾的香火。图门街上的关岳庙长期以来香火兴盛，信徒众多，人们抽签致教，叩问神明所求之事。
谁也不知道中国的闽南地区到底供奉着多少神明。在千年以前的宋朝，最早的穆斯林随着商船登陆泉州，随后各路神仙纷至沓来，多种宗教在此生根。宗教带给泉州的不仅是多元的信仰，如今中国近1/4的朝拜用香源自泉州永春，最初便是由阿拉伯人带入了制香技艺。而泉州烹饪牛肉的历史，据说最初也是源于穆斯林。清净寺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伊斯兰寺院，在伊斯兰世界也是有数的古寺之一。1009年，由客居泉州的阿拉伯穆斯林出资修建，仿照中世纪阿拉伯地区清真寺的风格。当时远渡重洋来到泉州经商的穆斯林商人们，围绕清真寺聚居。泉州天后宫是中国东南沿海现存最早、规模最大的一座。东南亚以及台湾的许多妈祖庙都是这里的分灵。供奉的天后是闽南沿海地区特有的信仰，妈祖是对海上女神的尊称。天后宫位于泉州城南，在附近的天后路上坐落着南菜市场，在这里几乎看不到游客的身影，是泉州本地人日常采购之地。您好，请问这是什么虾呀？海虾。海虾哦，谢谢。点地白萝卜啊，哦，是做那个菜头酸用的。也可以啊。哦，谢谢。我不會講阿咪問埋我都係。想法特別細。剥好的1斤20块，就可以做那个海蛎煎了。对对对，是的。谢谢。是。好像这些也是老字号了，哦，这个是闽南特色，就是我们闽南人爱吃的。哦。好啊，谢谢您啊。有空再来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再见。糕饼铺子是闽南街头很传统的食品店铺，一些糕饼的味道经久未变。传统糕饼在闽南地区的日常饮食和祭祀活动中都占有着重要地位。家老白那种韭菜什么用包的。这三牲我们这边有什么是供的，也能吃的。哦哦，这也可以吃的。是米糕是吗？啊，对对对。这三合面做的。哦，这很好吃的，还有这个的形状，好有趣啊！以前都是用那个猪头杀一只鸡，买一个猪头，买一条鱼。现在是简单化了，就直接用这个做，这样好啊。省得有的人说不想杀生，想供素的，啊，就是这样子。它是这样子。哦，对呀。挺好玩的。
30点进来，老板那个。加热的哟，要买就买凉菜味。跑哪去了？我要回来吃。要不要？几块？好吧。开始收看学自然。言下此光临。浔埔村距泉州主城区约10公里，以当地极具特色的浔埔女习俗而闻名。福建渔女代表着勤劳淳朴，浔埔女是福建3大渔女之一，另外2个是惠安女和梅州女。哎，人有的人要去哇？哦。行啊。泉州浔埔女头戴簪花是她们服饰最大的亮点，被称为头顶上的花园。最传统的装束是戴簪花圈、插象牙块，据说是从宋代中亚流传而来。
中国古话有云：“千年砖，万年科。”科壳厝是个专有名称，是这种房屋外墙由蚵仔外壳砌成的民居。壳壳拌海泥铸成的房屋非常坚固。筑墙所使用的这种大壳壳，其实并非泉州原产，而是来自遥远的非洲。宋元时期，古刺桐港的远洋商船卸货返航时，为了避免空船，在船舱内装载了大量壳壳，这便是壳壳厝的由来。福建泉州常被称为低调的宝藏城市，人们日常生活的老城将千年旧事、纷繁历史、民间信仰完美地糅杂在一起。以泉州为代表的闽南地区，一直以来都闻名于它独特的地域文化和令人垂涎的美食。无论是漫步街巷，还是探索周边，泉州总有着让人流连的魅力。好啦，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